是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知，缘起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宣讲《如菩萨行论》当中的第二品，也就是说，现在这本论当中的宣讲无助人供养啊，就是讲这个问题。昨天前面对所有的十方30诸护菩萨、法宝、僧众面前，供养，这个鲜花、良药啊，世间的各种珍宝、陈情的水等等，就做了这样的这个供养。那么今天呢，也紧接着讲，在宋词当中这样说的：巍巍珍宝山，精明一人林，华严妙宝树，真果垂之树。讲义里面解释的时候，这样说的：为我告送的金山当宝山，愿你喧嚣快乐，舒心寓意的森林，有本身的花朵点缀的无比庄严，累累果树垂杨那质感的妙树。它这里呢，就是说。有几种供品吧，就是一个是宝山森林，然后果树啊，就是果树、花树。那么第一个也就是说，巍巍的这个珍宝山。那么巍巍的珍宝山呢，按照居士论的观点，应该说，我们这个世间当中的4种珍宝铸成的须弥山，以及诸位有其他金山、铁尾山在内的所有的珍宝铸成的这些山王呢，我们应该在这个三宝面前进行供养啊，就是三宝面前供养。同时呢，除了这个珍宝的这些山以外，我们这个现在世间当中的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最高的这个山就是珠穆朗玛峰啊，或者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高高的这个喜马拉雅山呐，同时对于这个寒地而言呢，也有4大菩萨经常居住的就是4大名山啊，就是4大名山。还有呢，像那个什么华山呐、泰山呐、昆仑山呐等这个世间的一些有名的山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这个供养啊，就是供养。那么以前那个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叫做是安第斯山吧，就是安第斯山，是经过应该7个国家吧。像这样这个最高的、最长的这些山呢，世界上最美丽的山呢，就是是这个美丽山，就是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在那个就是在这个美丽雪山是在什么是云南，就是云南那边，香格里拉附近，应该说是跟这个西藏这个附近的地方吧，就是也有这样的，有人说是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呢，经常到这些地方去这个草山呐，就是游山玩水，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也很难说，因为很多修行人呢，你学了佛以后，真正懂到佛教的道理以后呢，以前的一些经常什么这个搞旅游啊，就是经常就是到处这个流浪的这种心情呢，几乎都是没有的。很多人呢，就是向这个专心致志的学习内观，就是这方面很有兴趣的，但也有一部分人呢，就可能通过各种这个途径呢，或者是因为自己的爱好和心情都不相同的，这样一来呢，就是也有可能机会到一些这个这样的出名的山里面去，那么你到哪里去的时候呢？一方面当然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就是看到一些特别优美的这种山呐，或者是美好的这个风景的时候，马上照相机拿来就是开始拍，这也是可以的，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作为一个学习佛法的大乘佛教徒来讲，最关键的就是你看见这些山也好，或者是你听到这些山，或者说你这个心里面就是意念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要
这种一起供养啊，就是心里面呢就是把这些全部这个想出来。刚才我们讲那个微微的珍宝山啊，就是微微的珍宝山呢，也我们要这个供养，真正的珍宝山没有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不管是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呢，虽然不是特别出名的，但是经常在这个藏地也好，在别的地方呢，也会看见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山脉，那个时候呢，就是自己也应该马上心里面想，就是供养这个十方诸佛菩萨，如果这样供养呢，的确功德相当大，这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应该是不能缺少的一种行为。同时呢，这里也讲了这个比较激进的、没有溃闹的，就是非常这种幽静的深山呐，或者是这个森林啊，就是森林。那么这个森林的话呢，就是现在世界上呢，也是有许许多多的，比如说以前这个像印度的话呢，就是像那个沉香林呐、檀香林呐，也有许多这个非常出名的这种这个森林啊，就是也有这样的。那么对现在来讲呢，也是比如说云南那边的这个西双版纳，或者是这个像那个长白山那边的话呢，也有一些好的这种森林啊，就是森林。那么我们以前上师如意宝是这样讲过的，我们这个天目山这边，也就是说这个母天女这边的小森林的话，也非常好看啊，就非常好看。尤其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到那个小森林里面去呢，也是应该是这个很好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地方已经这个划给这个女宗这边呢，就是一般男宗出家人呢不准去的。这是我们这个以前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供啊。以前华智仁波切说我们这个《入菩萨心论》里面的这个这样的这个语音森林呢，应该有一个就是阿瑞什么那个在青海那边有个阿瑞森林，这个是青海与四川交界的地方。原来我们去上师如意宝降生的地方草白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也经过那个森林，就是那个是华智仁波切经常说是《如菩萨心论》里面所说的这样的幽静森林呢，应该是像阿瑞地方的这种森林一样啊。我们不管是在哪里，就是遇到就是这样的这个松树林也好，有榕树也好，或者是沉香林什么样的这种森林呢，遇到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心里面就是观想，就是这个观想也可以，或者说是依取也可以，然后呢就是供养这个十方诸佛菩萨，就是应该这样想。同时呢就各种鲜花岩石的珍宝的这个树啊，或者说是我们这个现在就是蔬果类的一些这个像苹果树啊、梨子树啊等等，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人们呢，就是从家园当中也好，或者是一些果树园里面的这些树木花果看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心里面想，就是那么好看的这个果树啊，马上就是向这个供养十方诸佛菩萨啊，就向十方诸佛菩萨。那么这就是一种这个依取的供养。这个功德也是相当大的。平时不一定是在这里所谓的这个森林和宝山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路上就是看见一些这个弯弯的这个小溪啊，或者是清净的一些山岗啊，等等一些这个美丽的村庄等等，看到什么样的这种景象，自己觉得是相当的悦意，自己想的就很好看。就是那个时候呢，第一个念头你要想这个特别好看，就是一定要供养三宝，供养三宝，口里面也可以说，然后心里面也这样这个观想，这样一来对我们的这个质量啊，自然而然的这个圆满。所以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呢，真的有时候不一定是就是非要就是外面就是拿好多的钱财啊，或者没有这个钱的时候呢，实在是不能这个积累质量，没有这种情况。尤其是有一些瑜伽师修行这个境界比较高的人来讲呢，也是一切景象呢，就是跟自己的这种这个真正的事物呢没有什么差别。一方面他观想的能力很强，另一方面的话呢，他对外面的这个金银财宝不太执着。
以前莲花生大师来到藏地的时候，当时那个藏王这个持重对僧呢，就是给莲花生大师就为了就是报答这个他给他们传法的恩德，然后呢就是供养很多的这个镜子，供养很多镜子的时候呢，当时莲花生大师一边唱道歌，一边呢说是我所见的一切都是黄金的世界，就是不需要你的这一点镜子。然后那个莲花生大师的光传当中都是有的，但总的来讲，真的有些修行特别好的人呢，因为我们世界上的人们就是外面的这个金银财宝特别的执着，这就是银子，这就是金子，哦，这个我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抓住。那么这个是石头啊，这个是木头啊，就这些对我来讲是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之间的执着相当强。可是真正的一些瑜伽师，就是有一定证悟的人来讲，对他的相续当中来说，没有就是都没有这个差别。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外境都是这个就是不存在这个实质。就是所以我们一环供养的话，那实际上呢就是没有这个差别，就是应该就是诸佛菩萨是有能力，就是去除啊，就是有能力这种这个去除。那么我们从这个世间的一些这个外境方面来讲，也这样供养。下面就是颂词当中这样说的：世间妙方向，如意妙宝树，自身诸庄稼与自身诸庄稼，给予诸宝石，莲花诸护钵。月影美天鹅，他这里呢，是这样讲的，宋词解释的时候，天等世间当中合成23法的分方向气、尘相等图像，能满足众生需要的如意宝，然后其真意宝所形成的描述，为经根据自然而然产生的这个庄稼啊，就是庄稼，以及除此之外值得供养的所有的珍贵饰品，包括这个莲花、点缀着的这个琥珀啊、祠堂啊等等。那么这些当中不断的传出来天鹅的就是天鹅的悦耳动听的吟唱声，这些呢就是宋词里面的就是大概意思。那么我们这里面的总结意思给大家讲的话呢，首先是我们实践当中有很多这个比较怎么说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名贵的一些烧香啊、熏香啊、头香啊等等，就是各种这种这个散发出这个普遍分享的一些这个香味啊，就是这些呢，我们也平时这个心里面想，自然界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就是比如说沉香啊、檀香啊、丁香啊等等，就是也有许多的。那么我们有些人呢是人工配置的，就是合成的；有些呢就是自然就是出来，比如说天上的什么这个我们夏天当中啊，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鲜花，这些的话呢，它自然都就是分发出一些好的这种香气啊，就好的香气。那么这些呢，我们也应该这样想，不管是人间也好，天界也好，龙宫当中，凡是世间里面所有的这些这个芬芳扑鼻的所有的这种香味呢，就是供养这个诸佛菩萨，就是应该这样这个心里面观想。然后这个至于如意宝树啊，就是如意宝树的话呢，我们经常也这样讲过，以前那个人们这个福报特别多的大的时候呢，就是也有众生的福报而这个形成的这种如意树如意宝树，然后3天当中呢，就是也是有他们的这种善业而形成的，也有这个如意宝树啊，就是这些如意树呢我们也应该这样这个像供养。那么现在真正的这样的这个如意树没有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些什么这个白树啊、松树啊，还有一些这个檀香树啊等等，就是各种这个参天大树啊，见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第一个念头要想，就是这个树是那么好看，那一定要这个供养。尤其是有些人这个坐车的时候，在这个路边呢，就是经常就是看见就是一棵棵的这种大树啊，就是或者一排排的，就在这个驶过你的这个眼前。那个时候呢，就是想就是供养这个诸佛菩萨，就是心里面一直需要这样的这种串习。
就需要这种穿洗。然后以前这个人们这个刚开始这个出街的时候呢，实际上当中没有经过耕耘的一些自然庄稼就是自然庄稼，或者说白居卢州呢就是也有这个以他们的福报而形成的一些自然庄稼。那么这些自然庄稼呢，我们心里面也要观想，就是供养诸佛菩萨。如果现在真正的这样的未经过耕耘的自然庄稼没有的话，平时我们在这个眼前看见的一些稻田呐、麦田呐，或者是榆麦田呐，就是无边无际的一些这个田野就是这个田野呢，有时候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微风的吹动下，就是好像是一个金色的波浪呢，就是不断的在这个绵绵起伏一样的这种感觉，就觉得是这个特别的这个好看。不管是这个夏天也好，这个春天、秋天，就是它这个田野呢，就是一直在就是变就是不同的这种颜色。这种景象呢，一般我们这个在这个坐车的时候也好，就是在哪里去的时候，经常也是看的。尤其是像新疆一带、东北一带这一带的话呢，就是有些这个田野就是这个特别的广大，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如果有观想能力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自己眼前的这些景象全部就是供养诸佛菩萨。这样呢，当然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就是同时呢，它这里也已经讲了，就是这个各种白色、红色、黄色等，就是各种颜色就是就是点缀着或者是所装饰着的一些湖泊这个实际上呢就比较这个出名的湖泊呢也比较多的，比如说像那个洞庭湖朝阳湖就是鄱阳湖等等，就是有很多，还有这个杭州的西湖但杭州的西湖，我那天看见一个地理杂志，那个地理杂志里面呢，说是这好多这个湖呢，比赛吧，就是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得到就是第5名，第1名是应该是青海湖。青海湖古代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出名，就是因为人们都这个用赞叹它的时候呢，就像是那个就是松石呢，就变成这大海，玉石变成大海，就是有很多史学家呢，就是有不同的赞美册。那么第一个是应该是这个青海湖，第二个是那个新疆的喀拉什湖吧，就是喀拉什湖，前年吧，我很想去，但是当时呢就是也没有去成。第3个是应该是兰措湖就是西藏那边的兰措湖，就是第3名吧，就是第4名呢长白山的那个天池，第5名才是这个杭州的西湖。所以也许杭州人听了以后呢不一定高兴，但这不是我拍的。所以我们这个确实这些这个湖泊就看见以后呢，就是大家也可能这个心里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就是不同的感觉。因此呢我们就是看见这里以后呢这个景色很漂亮我这边给我拍个照片，那边给我拍个照片，然后从来的是不想这个供养诸佛菩萨。如果这样的话呢，我看我们就是到那边去这个旅游呢，就是特别没有这个任何意义呢。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呢，经常就是有机会就是看见特别好的这个风景，就是什么这个有时候呢，我们就是去一些这个名胜古迹或者是有时候呢，就是去一些这个这样的这个圣地呢，很有机会，但是呢。最可惜的心里面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观想过诸佛菩萨。我那天听到有些人呢，就是他这一辈子就是到处都去这个草山什么这个凡是基本上是中国大多数的著名的地方呢，都没有不去的地方，都已经去过了，就是大概是30-40岁的人呢，就是他都去过，但是可能是一次也没有发过这种愿，就是有时候看起来也是很遗憾的。如果你去了以后的这种感觉跟没有这个去的感觉呢，可能是不相同的。你亲自去看到这个杭州西湖以后呢，就是心里面有不同的感觉。原来上次如意宝去杭州的时候呢，当时有一天我们在那边拍这个照相，上次说这个杭州的西湖是很出名的，但确实是看到以后也有不同的感觉。当时他老人家也是这样赞叹就是这样赞叹，所以我想呢，就是去了以后可能是有不同的感觉，但是呢，我们这个发过这样的愿没有供养这个诸佛菩萨，就这样
恐怕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想过啊，就是没有想过。那么以前上师讲如菩萨行论的时候呢，也是这样说过，不仅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水池啊、湖泊啊这些呢，也应该这个供养，而且呢，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什么这个北冰洋啊，什么那个大西洋啊，然后这个印度洋和太平洋当就是这些大的这个海洋啊，就是这些呢也应该就是心里面就是观想供养，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乘飞机就是越过这些海洋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也是应该观想。那么这样观想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功德就是相当大的，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些这个财物啊，这些虽然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吝啬心不能这个供养，有时候供养的话呢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价值啊。你们想一想，就是一座山卖的话呢，如果按现在的价钱要卖下来的话，那需要多少钱？但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呢？就是肯定是没有的。就是不要说是这个昆仑山全部卖下来，你包括这个阿那深山卖下来的话，那恐怕很多人就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我想就是大家就是平时看见就是这样的这些好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念头就是供养诸佛菩萨，就是应该供养三宝，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就是这一点就是极为的重要。同时呢，在这些这个湖泊当中，它这里也是已经说了，就是这个非常这个美丽的这种天鹅啊，就是天鹅呢就是发出这个悦耳动听的这个声音啊，就是这个声音，然后听到了以后呢，人们都就心里面就是非常的这个舒服，就是。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天鹅是在这个飞禽当中呢，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美的一种这个鸟，尤其是我们这个印度和这个藏地啊，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些士人呢，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史学家呢，就是经常用这个天鹅就是做这个比喻来就是赞叹诸佛菩萨的这个美妙动听的这个三宝的声音啊，或者说有许许多多的这方面的这个赞词。所以我们平时呢，也应该这样这个像，就是像这个他们的这种发出的就是天鹅就是发出的这个声音啊，就是不仅是藏地和什么这个印度呢，就是对这个天鹅，还有这个现在国际上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对这个音乐就很有这个就是信心的，就是这些人的话，那就经常是什么就是这个天鹅啊，什么这个天鹅之死啊，就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谱曲啊，就非常出名的这些人的话呢，经常用这个天鹅就是做比喻，来这个赞叹啊，就是做这个赞叹。一般来讲，我们这个藏地的很多的这个湖泊里面呢，都有这个白色啊，就是以前康波刚或者说的那样，就是像这个银白色的这个白色的天啊，就是像双湖一样的这个红色的天啊，像黄金一样的黄色的这种天啊，还有这个蓝宝石那样的绿色的这种天啊，就是天鹅，就是有各种颜色的这种天鹅。以前上次如意宝的是讲过，就是我们这个学院附近的在外面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河边的话，那就是经常有一群这个黄色的天鹅呢，就是来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经常来，就是有这样这个说过。所以我们在这里观想的时候呢，这么好的这种湖泊当中啊，就是有各种颜色的这种天鹅啊，就然后呢在这个发出这个动听的这个声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人就是同时有一种特别欢喜的这种感觉，就是那么这些美妙动听的声音呢，就是全部供养这个十方诸佛菩萨，就是也只可以这样这个想。我想有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天鹅就是不仅是这个飞禽当中，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它可能这个比喻成人啊，就是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以前那个耽美啊，就是耽美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安徒生，就是他的一个童话故事当中呢，是有的。这个我不用说，也是可以的。那个出小鸭子，出小鸭，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刚开始就是凡是有这样一个故事吧，就是说是那个天鹅它的这个妈妈呢，就是当时没有这个好好的照顾它，后来那个小天鹅呢，就是落到什么这个鸭子的群体当中，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小天鹅就是
它那个颜色也是灰色的，就是不太好看。很多那个小鸭子呢，就经常这个欺负它，就是挖苦它，说是我们这个身体是如何漂亮啊，你长得如何难看呐。后来逐渐就是天鹅呢，就是它的这个成长啊，成长以后的话呢，就是它就长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看的时候呢，就其他的这种小鸭子呢，就不好意思，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雏鸭子呢，就是慢慢就变成了白这个天鹅啊，就非常好看。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学习成绩啊，就是或者是长得也很难看呐。刚开始的时候这样，很多人这个欺负他，然后逐渐就是这个人已经这个就是成长起来。那个时候呢，就是别人也不敢这个欺负啊，就是也有这种说法吧，就是这就是我像你们这个实践当中呢，也是一种说法。但我们平时来讲呢，就是确实是这个就是这么好的这个美丽的这种湖泊当中呢，就是有发出这个天鹅的声音啦，或者有发出这个其他的一些飞禽的这个动听声音呢，也是特别的这个快乐。就是我的最近呢，就是听到布谷鸟的声音，心里很快乐。就是尤其是这次这个早上念细节头的时候听到了，好像心里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我们这边呢，一般都喜欢这个观察缘起，就是布谷鸟什么时候听到的话呢，那么就是当年都是这样这个做的。比如说我特别饿的时候呢，就是听到布谷鸟的声音，那么我这一年当中特别饿，就是有这样的传统，是。所以我最近听到这个布谷鸟的时候，正在念细节头这个课诵，就是我想是今年应该好好的这个修行吧，就是也是不是也不好说，就是有时候民间的这些说法就是恰恰相反，就是也有这样，也许今年就是很饿也不知道。会不会啊？是这样的。总而言之呢，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壮丽的一些这个山河啊、湖滨啊，还有呢就是美丽的一些田野这个园林，以及呢就是这个雄伟壮观的一些宫殿啊、殿堂啊等等，就是凡是我们这个所见到的这些景象就全部都应该这个精心的供养这个十方诸佛菩萨。以前那个就是汉地的很多这个禅师就是他经常用一些比如说这个春天的微风这个夏天的梅花秋天的这个皎月，冬天的白雪等等，以这些来这个比喻，或者是赞叹这个十方诸佛菩萨，或者说是赞叹他这个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说就是神秘惊人的一些环境呢。那么我们呢也可以就是春夏秋冬的所有的这些自然环境，就是自然的这个美呢，就是带到我们的这个心里，然后心里面就是缘取这些供品，在供养这个十方诸佛菩萨。总而言之呢，大家就是时时刻刻都是只要这看见一个园艺的这种东西就像前行里面所讲的那样，甚至我们看见这个美男美女的时候呢，也是第一个插图，就是看见这个人很好看的时候呢，就是马上课里面说是供养三宝。这是那个。是就这是那个诸佛菩萨应该是，就是告诉我们的，就是所以呢，不管是以后就是在什么这个场合当中，在什么这个环境里面呢，如果我们就是自己遇到了一些这个园艺的这种对境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念头要这个供养上师三宝，就是这样以后呢，确实是就是自己就是在无意当中，也可以说是在这个顺便便呢。就积累很多的这个质量，就这就是我们的这种修行。所谓的修行呢，你不一定要非要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定义而这个禅修就是不一定就是在时时刻刻当中或者日日夜夜当中，把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生活与修行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这个随念三宝就是随念三宝的这种这个意念呢，就是不离开，就是这是我们这个上等修行人的一种做法，就是希望在这方面呢，应该这个下功夫。就首先可能有点困难，我们经常呢，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这种习惯，以前在这方面根本没有这个传习，那么现在一下子盖过来的话呢，恐怕有一点点困难，但我想呢，这一点也是不会特别困难的。
那么下来呢，就是在这个宋词当中是这样说的：浩瀚虚空界，一切无主我，一元金奉献，牟尼诸佛则，其亲生佛天百名拉无功。那么。讲义里面是这样说的吧？诸如此类，一生浩瀚无边虚空界中，清净刹土以及百俱卢诸当处，所有的物主我均以心观想。去来就是把全部呢，就是自己这个心，就是观想去来，祈祷供养能获得大果报的殊胜佛天，为你众而生，为你众生而戒了。祈求大慈大悲的主尊啊，就是大慈大悲的尊主，慈爱的垂怜我而结束我这些公平，就是在心里面应该这样想。所以总而言之呢，我们前面也是代表性的就是一些自然界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山川呐、海边呐，或者是森林当中，就讲了一些。那么诸如此类的所有的人间这个天界，或者说是这个什么这个罗刹界啊，或者说这个夜叉界啊等等，就是世间就各种无边无际的宇宙世界当中啊。所有的这些公平呢，全部在这个心里面就是愿去啊，就是心里面去这个观想，观想以后呢，就我们实践当中的最殊胜的佛天，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和他的这个大乘这个僧众，在这些僧众面前呢，我们这个一一的去供养。这样供养的话，他们是殊胜的佛天啊，殊胜的佛天。就像我们以前故事里面讲这个阿难尼国王呢，他的这种来源呢，也大家都知道，就是给别人这个做简单的布施，然后那个有这个许许多多的一些供啊，就是对诸佛菩萨这个供养的功德是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大的。这样以后呢，我们应该像就是今生当中遇到这样的这个殊胜的佛天，我们是非常有福报的，心里面就是这样想。那么供养的时候呢，前面我们无著菩萨所讲到的这个供养的6种条件也应该这个具足，应该这样具足。或者说无著菩萨就是那个印度的无著菩萨呢，就是在这个菩萨地论当中是也讲了这个5种条件吧，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像这个所谓的三宝呢，就是像这个无上的这个功德者就是第一条就是这么想就是这个三宝呢，就是它有无上的这个功德，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大家的要像这个获得这个三宝呢，就是对我们的话呢，获得无边的利益就是无边的这个利益，就是这是第二条，就是这样想。第三条呢也就是说这个在所有的这个众生界当中呢，就是佛陀诸佛菩萨，就诸佛菩萨是最这个至高无上的就是第三个呢，就是应该这样这个想。第四个所谓的这个三宝呢，就是像这个昙花很难与这个现在事件当中一样，就是非常难得就是第四个应该怎样想。第五个呢就是像整个3000大千世界当中，就是唯一的这个三宝就是以唯一的这个三宝以这种念头来这个供养。第六个吧，就是第6个大家也应该这样想所有的世间诸世间的一切功德的根源就是三宝就平时我们供养的时候呢，应该记住这6条就或者是我们前面藏地的无著菩萨所讲到的昨天我们讲义里面所讲到的6条也可以，或者说印度的无著菩萨在菩萨地论里面所讲到的这5条来这个要求平时我们在寺院里面也好，或者在僧众面前供养的时候呢，我觉得许多人的这种供养的很多条件呢，就是可能不太具足。大多数的这个供养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我获得平安，为了就是我的这个做任何一件事情呢，就是顺利，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发愿。当然，我们如果自己遇到了一些违缘困难那个时候你就马上到寺院里面去这个供佛什么这个烧香供佛，然后在佛面前这样祈祷，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帮助呢？
除了你这个前世的不可逆转的一些业力以外呢，当然是有的。所以呢，我并不是所有的这种供养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就是为利益众生，不能有自私自利的心，这个。也不是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每个众生的需求都是不同的。所谓的三宝呢，就是无上功德的来源。既然它是无上功德的来源的话呢，那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请求啊，通过这个白易经呢，通过一些佛教的经典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施主啊、婆罗门啊、一些国王啊，他们也在三宝面前的这个要求是不相同的。有些呢就是求自己的这个没有孩子，就是求子的。也有些呢就是不下雨，就是然后呢就是有些农夫呢就是在三宝面前求雨，就是这种也有。有些呢就是自己特别贫穷，就是祈求这个发财，这样也是有的。所谓的这个三宝呢，应该说是除了你这个人是业力非常深重的人以外，只要在三宝面前祈求的话，那就是三宝一定会是赐予你的这种洗涤啊，就是赐予洗涤。因此，我们应该在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殊胜的佛天面前啊，就大家应该这样想啊，就是我这次呢，就是在遇到了这么好的这个殊胜的佛天，我在这个三宝面前就是好好的这个供养，希望就是三宝呢就是赐予我的这个价值，并且呢就接纳我的这种公平啊，就是这样来这个观想，下面呢，就是宋词当中是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供养必定之缘由。下面我们上面我们讲了无有助人的这些很多供品呢，就是供养。那这样供养的话呢，有什么样的理由呢？下面宋词当中这样讲的，福不我贫穷，无以堪供财，祈求赐护主，离我殊此功。有些人问。就有些人是这样问的：为什么不供养自己的财物，而供养这些无主物呢？就是自己这个身上的这些东西呢，一分钱也舍不得供养，然后非要就是像那个自己没有任何关心的什么这个山河大地啊，或者是这个大海啊、湖泊啊，就是这些供养的话，对我来讲是一点损害都没有。就是所以你这样供养有什么？就像现在世界上的有些人也是一分钱都舍不得，一说供养的时候不供养，一环供养就可以，一环供养就可以。那这个做法是什么样呢？就是下面讲这个原因。由于我往昔没有积累过福德资粮，所以呢就是极其的贫寒。除了这些供品以外，我实在是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供养的财物。当然，自己一点没有供养的财物的情况下，这种供养也有。有些的话呢，虽然我有供养的，但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的，就是像那个整个须弥山呐，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四大部洲的所有的这些大海啊、湖泊啊，那这些我用钱来买下来的话呢，恐怕是这个买也买不到的。就是这些呢，应该这个买也买不到。即使你买得到的话，那你今生当中是没有这个福报，你前世没有积累资粮。以前的一些转轮王啊，以前的一些古代的这个大王的话呢，就是有这种福报。但现在我们呢，再怎么富裕的话，恐怕是没有这个福气啊。我看见一些香港啊，或者是一些南方的一些大老板，他们自己认为也是非常有钱，然后我把这一座山买下来，其实一个小小的一座山，就是他认为是这个啊，我这一座山全部买下来，我用花钱来买的。但我们现在这个魔法时代的时候，你福报再大也是，福报再怎么大的话呢，就是也这个几百亩啊，或者是这个地盘不是很大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平时一环观想的话呢，那这个比范围更宽大的，就是更宽大，所以有一定的差别啊，就是自己实在是没有这个上面所讲到的这样的财物，所以诚心诚意供养，期盼唯以利他的诸位护主，为了你以供养着我而纳受这所有的供品，我们这样也可以这样想。因为诸佛菩萨呢，实际上是在一些以前的药师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他呢就是并不缺就是这些财物，也并不需要呢，就是我们这个供养以后他得到很大的帮助啊，并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要供养呢？诸佛菩萨虽然就是一切功德的圆满，所以不需要这些，但是我们如果这样供养的话呢，一方面断除我们自相续当中的吝啬性啊，就是吝啬性和贪心。
另一方面呢，我们依靠这种方式来供养释放诸佛菩萨殊胜的对境，思想序当中的这个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呢，很快的时间里面会圆满啊，就是有这些这个必要。所以我们这样就是释放的所有的诸佛菩萨，我今天呢就是有观想这么多的这个供品供养那么你一定要以各自不同的这个身边圣同你接纳我所供养的所有的这个供品，应该这样想如果我们这样的这个一环供养没有的话呢，比如说我拿了就是一点点钱拿了一点点供品的话呢，实际上释放所有的诸佛菩萨面前要供养的话呢，肯定这个供品从我自己的内心角度来讲，也是恐怕供品是不足够的就不足够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以这样的大量的这种供品呢，就是心里面去供养呢，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就功德。那么我们有人可能这样想，这样的这种供养呢，是不是藏传佛教的一种特殊说法呢？还是真的是这个佛经里面也是有记载就是可能会这样想。实际上，吉天菩萨所讲的这些道理呢，大多数都是在这个这个学记论当中是也引用校正就是也引用这个校正比如说那个三桥方便经呢，就是三桥方便经里面呢，也是这个当时佛陀就是告诉那个诸大菩萨他是这样说的，就是具有三桥方便的这个菩萨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用他的智慧来接受十方的所有的显化画曼这个描像图像，以及呢就是山河大地等等，就是全部无诸物的，就是没有这个诸人的这些供品没有诸物的这些供品呢，全部供养这个诸佛就是全部供养这个诸佛。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三桥方便经当中呢，也有这样的这个记载。因此我们所谓的无诸物的这种供品呢，并不是藏传佛教或者是印度个别论师的一些这个说法而已。实际上释迦牟尼佛在大乘佛教当中呢清课也是这样讲的，还有在这个报应经里面就是报应经里面呢，也是这样讲的。佛陀就是告诉这个眷属，就是说是山兰子3000大劫当中所有的这个花果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个无诸物的这些这个供品无诸物的这些供品全部用这个一环就是全部用这个心来这个一环，然后白天3次晚上3次，也就是说是注意这个60当中呢，就是3次供养这个十方诸佛菩萨就十方诸佛菩萨就这样呢，就是有无所的这个功德，并且呢就是功德回向给众生就是回向给众生。所以通过这些就刚才报应经三桥方便经这些大乘经典的这个道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容易知道什么呢就是这个无诸物的这种供养呢就是一定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大乘经典里面的最深深的一种依据。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一定要这方面去这个供养。当然在供养的过程当中，现在实际上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就是平时呢就心里面观想就可以，随喜就可以，一换就可以。实际上呢，就是连真正让他这个供养的话呢，在家里面佛像面前就是做这个一盏灯的这种设性也没有的，供养一根香也是个舍不得的。有一些就是什么都是这个课里面说的特别漂亮，就是一定要就是全部是空心一定要大悲心但实际上呢比如说这个放生的时候呢，就是买一条众生生命的这个钱也是拿不出来就是舍不得拿，就是也可以这样说。原来我有一次看见有一个说是几亿人民币的这个资产的一个大老板，他说我们要放生，我很高兴，就是他肯定拿出来很多钱，结果第2天真正要放生的时候拿出100块钱。然后一般来讲的话呢，你看几亿元人民币当中是拿出100块钱的话呢，应该说是一根汗毛都不如但有时候呢，就是人的这种根基当然是这个成熟的程度是不相同的就是这个根基成熟的不相同的。以前我们这个有些当时我在好像日记里面也写过吧，就是学院当中有些人的话呢，连自己就是连吃的都没有，但是钱呢就是全部就是这个捐到这个做放生就是也有这种情况当然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力量、心性的力量
悲心的力量都是不相同的。一般来讲呢，我们这个所谓的修行呢，并不是全部就是用在什么这个特别好听的这个语言来解决问题，这不是一个办法。虽然我们在佛经当中呢，有什么随喜的这个功德跟这个亲自做的功德一样啊，还有一些这个一环供养的功德也是就是超过了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公平呢，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是我们刚才在宋词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那么它的这个意义呢，也就是说自己实在是没办法贫穷的人啊，这种人呢，作为一些出家人呢，或者是作为一些这个佛教徒的话呢，那你自己真的特别贫穷，你觉得是在十方诸佛菩萨面前也好，你的这个上师面前也好，你那个实在是没办法这个公平的话，那你这个心里面也是可以这个供养啊，就是可以供养啊，就是那你自己明明有啊，就是明明有，然后呢一点都是不供养，然后口头上说的很好的话呢，看怎么样不知道，就是特别一个富贵的人呢，你到你的这个上师哪里去，你就说上师我准备给你供养这个太平洋杭州的西湖啊，你这样说的话呢，不知道这个上师是什么态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但总的来讲呢，这个十方诸佛菩萨面前呢，我们也应该就是凭自己的这种信心和力量，就是这个很重要的。没有一点这个信心呢，当然自己这些公平呢，对这个真正的一些上师和善知识来讲的话呢，应该说是对这个财物公平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他个人来讲是不会是贪执的。如果他贪执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明真正的达成这个三知识的法相不具足。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讲了吗？达成三知识的这个条件当中这个上师是很喜欢财产这个上师是很喜欢这个富裕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说法。那么达成上师的这个三知识的条件呢，唯一的就是达成佛法是这个遇到生命危险也不舍弃的，然后对这个大乘经典呢精通无碍，这就是大乘三知识的一种特点。但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呢，有时候确实是好的三知识和不好的这个上师呢，也是鱼龙混杂，就是分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呢，应该作为佛教徒就是徒劳这个清醒，就首先一定要这个观察，然后你该供养的呢就是具有这个真正的法相的善知识面前，再把这个自己的公平就是献上，也是很好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呢，就恐怕最后呢，就是自己也是会这个伤心的就是最后这个功德也是得不到，就是很伤心。所以呢，一般来讲，你一般不认识的，或者是刚来了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就随便供养供养完了以后有后悔就这样也不是很重要的。如果真正的想供养的话呢，其实发供养，先发供养最好的。对真正的上师来讲呢，我想是这个人是好好的修行，好好的这个闻思修行那么这个上师肯定会高兴的这个上师呢，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所有的众生获得快乐，唯一的快乐的方法呢，就是这个佛法就佛法。我这次呢也很高兴，为什么呢？这次我们除了我们山谷里面的有一些道友以外就别的一些以前呢就是对这个我个人也好，对这个学员也好，很多人就是确实有一定的恩德有这些人呢就是可能有这个听说的机会，那么我平时呢就是遇到他们的时候也是很感谢他们，有很多方面就是帮助就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就心里面光是有一种这个感激之情或者说是口头上这个说个谢谢就是可能报不到什么这个实践的。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讲的这种恩德呢，就是报不到的。但我想唯一的听到佛法以后的话呢，作为我有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这个口里面的这个佛法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上师们传下来的佛法，就是大的方面就是应该说是没有这个错误。当然小的错误的话呢，那肯定是有的。就这个是不仅是我，任何一个人呢，只要是反腐的话，肯定有这个说话方面肯定有错误的。我想这个谁也不敢保证的。但我的意思呢，就是讲他们如果得到了一些佛法方面的利益呢，这就是真正的利益就真正的。平时我到一些城市里面去的时候呢，在人群当中见一见呢，或者互相说个好话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利益的，然后除了一些其他的什么这个财务上就其他的一些帮助的话呢，对他们来讲也并不是究竟的这个利益。真正的利益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在这个世界上是真正
最好的这个利益呢，就是佛法的这个利益。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作为这个佛法的这个利益的话呢，从哪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发供养是最这个殊胜的啊，就是发供养是最殊胜的。然后发供养的话呢，就是中间没有什么这个仇恨。实际上的人们是这样的，一些采供养的话呢，那么就是刚开始你们之间这个关系好一点的时候呢，你跟这个上师那个活佛那么那个堪布那个时候呢，就是你也这个记着去供养。那过一段时间，你们的这个时间的关系就是破裂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这个互相说过事，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应该作为发供养的话呢，那么你当下呢，就是上师也很高兴的，而且以后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一些云游的。就是怎么说就是在这方面呢，就是一些各种说法就是创伤就是都没有，所以呢，大家也应该对上师们呢，就是做这个发供养为主就是我认为，这个发供养呢，也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平时呢，刚才所讲的那样的，就是遇到了一些园艺的对境呢，就是好看的这个山也好，或者是一些世间的各种这个美好的这个景物的时候呢，你应该这个心里面就是供养就是心里面去供养。这一点我认为这个作为我们这个大乘修行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些海外的一些大的就是他们在这个讲解说法的时候，也经常就是讲这方面的一些因果或者是供养这方面的这个道理。大家呢应该按照这种教言就是这个教言的这种理念呢，就去这个做这个改正，就是这样以后呢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和利益。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到了一些比如说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有一些好的地方呢，就不应该就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这个思想或者说一些行为来就是设置自己的三门，就是应该第一个好好的向这个供养十方诸佛菩萨，然后自己这个发愿就是自己这个发愿。以前上师如意宝就经常到一些深山也好，或者是一些海边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一个不发愿的，没有一个不念这个供养咒的就是供养咒的。所以呢，我们平时就是大家也应该就是以普贤行愿品里面的这个寄送来就是做供养然后心里面呢就是如果什么其他的咒语什么的念不来的话呢，那么就是供养三宝，供养三宝，就这4个字，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说就是会说。平时我们有这样一种这个传习的话呢，那么不管是到哪里可以这个用得上，这一点比较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学习到这里。Aho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